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京都文化的魅力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，除了古寺与神社，保留古典氛围的街头，刻画着时间的痕迹，融合了商业的活力，成为古都迷人的风景。在这里，逛街的目的不一定是购物，却一定能疗愈身心。走在街上，气质好像都会变得不一样。现在就跟我一起，以漫步的节奏，踏着古都特有的旋律，沉浸在文艺与信仰的日常仪式中，来一趟文青散策一日漫游吧。一天之中，早餐最重要，因为吃到美味的早餐，心情会好一整天。频道的老朋友应该很熟悉我这句开场白了，所以一日散策的第一站，就以好吃的特色咖啡馆当作起点。二条城附近的拉马德拉古是一家气氛温馨的咖啡馆，复古的外观却藏不住文青的品味。店内有许多电影海报和艺文资讯，文艺十足的空间。还没品尝餐点，就先喂饱了精神上的渴望。店内的招牌是厚度超过1根手指的玉子烧三明治，夸张的分量，根本无法用正常的方式一口吃进嘴里。这家店其他的餐点分量也很大，多到常有人吃完后会刻意跟店员说太多了。店名马德拉古是店主的法国妻子在南法的别墅名字，满足妻子偶尔的思乡之情。这家店之前是一家50年岁月的咖啡馆，原来的店主在2011年去世之后，现任店主才接手并重新开业。传承了之前老店的味道，就像常伴几十年的回忆，让这家店总是坐满了老顾客。店内座位不多，悠扬的背景音乐与安逸气息的空间，坐下来之后就不想离开了。距离拉马德拉古走路1分钟的距离，有一间日本唯一的拜金神社。玉金神社藏身在住宅巷弄中，不过金色鸟居非常显眼，走过一定不会错过。这一带在德川幕府时期
曾是负责铸造钱币的金座和银座所在。自古和钱有密切的关联。1883年，在居民的支持下建造了神社。玉金神社的主祭神是金山验命，他是主管矿业的神明。境内有棵象征繁荣的银杏树，秋天落下的金黄色树叶有吉祥的寓意，会分送给信众。挂满银杏绘马的墙架，是求财人潮络绎不绝的最佳写照。小小的神社，金光闪闪的装饰，喜气的环境，让参拜的过程充满开运的好心情。往乌丸一池的方向走，不到10分钟，就会到最近很受欢迎的复合式商场新丰馆。由旧京都中央电话局改造的新丰馆，集合了饭店、服饰、餐饮及生活用品的店铺，现在是京都的潮流地标。虽然 Beams 在新京吉商店街也有一家店，但这里的 Beams 才有京都限定的商品。喜欢日系香水的人，一定不会错过这家 Le Labo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家手账店 Travelers Factory。这里是关西的第一家分店，轻工业的室内装修风格及宽敞的空间，逛起来比东京的本店还舒服。整间店就像他们贩卖的皮革手账一样，待越久越能发现不同的感觉。拿出前1年在这里买的手账，留下这次旅行的印记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卡，也是京都旅程中独一无二的戳记。离开新丰馆，往南边走不到5分钟，会到京都正中心的六角堂。正门对面是寺院飞地的寺钟，据说在战国时代遇到威胁时曾敲响过。这间寺院出现在频道里好几次了，每次在市区散步，都会刻意来这里走走。除了地利之便，这里也有股闹中取静的吸引力。
六角堂的正式名称是紫云山顶法寺，是洛阳33观世音菩萨中的第一座寺庙，也是西国33所观世音菩萨的第18座寺庙。六角形的正殿于1877年重建，而六角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产生的6种欲望。从旁边的建筑搭乘透明景观电梯，在高处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六角形的屋顶。境内有一颗京都的肚脐石，这里据说是京都的正中心。这里有很多地藏，不论是保佑孩童或是祈求愿望实现，带着笑脸的地藏总有让人心安的力量。六角堂也是花道的发源地，据说是把花贡献给佛祖的过程中，加入很多想法，所以演变成讲究的花道。与热闹的大街只有1墙之隔，进入六角堂后却突然变得很安静。细心维护的环境中，好像可以暂时抽离喧嚣，让这段散策路线有个放松心情的空间。从六角堂往东走不到1分钟，会到京都开设的第2家 Blue Bottle。100年历史的自行车店，经改装后变成简约又古典的时髦咖啡馆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在靠窗的位置喝一杯咖啡，感受古都街头独有的复古浪漫。往东走几分钟，会到户外衣着品牌 The North Face。户外机能衣着和古都的气氛，在形象上有明显的落差，但 The North Face 很完美地融入这里的复古氛围，却仍保有店铺的吸引力。一旁的户外品牌 Columbia 同样也是在复古的老宅中，低调地展示自己的个性，却又同时融入到古都的古典之中。如鱼骨一样的六角通，往南往北走还有很多小巷弄，这里很适合没有目的的闲逛，每家店铺总能带来一些惊喜，让逛街充满寻宝般的乐趣。铃木松风堂是1893年创立的和风杂货专卖店，专卖以盒子制作的各式物品，玉竹印杖、扇子、手杖，各种和风花纹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，很容易深陷其中，离不开这家店。京都文化博物馆的别馆是旧日本银行京都分行，建筑内部保留了银行的格局，
还看得见建筑师成也金吾的风格。在新津崎商店街上有家 Stationery Tag， 这里是我在京都最喜欢的文具店之一。文具种类非常多，而且可以免税。每次来都要在这家店大失血。右角通上有一家明治时期丁屋改建的和果子店。大吉店本铺西园创立于1885年，很适合逛累了来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的招牌甜品是琥珀流，清澈透明的寒天加上季节口味的糖蜜，是一道散发着琥珀般光泽的优雅甜点。这道招牌甜品每个月都会有不同口味，配合当季的感受，采用新鲜的食材，清爽微甜的口感，吃一次就会爱上。这里座位不多，但是正对着日式庭园享用甜品，每一口都蕴含浓浓的日本风味。小巧精致的庭园，搭配店内的复古氛围，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却是京都最道地的一夜风景。从面屋町通往北走，会到白山神社。古时后因町天皇牙痛时，一位侍女从这里带回了圣块和圣盐。天皇用过之后，牙痛就好了。从此人们便相信这里有治愈牙痛的能力。高为包楼的神社范围很小，宁静中透露着神圣与安详。用这里的长寿块沾上盐，在宝宝第一次吃饭时放入嘴里，就能保佑宝宝的健康。这一带有很多老宅，富有历史的建筑，让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是满满的复古味，随手拍一张就是浓浓旧时光的好照片。沿着市町东会走到隔堂行院寺，这是一间超过1000年历史的古寺。行院寺是天台宗寺院，西国33所观音灵场第19番，供奉千手观音本尊。
现在的正殿是1815年重建的建筑。寺院的范围不大，里面种满了花卉和植栽。这里还有供奉七福神，境内的神塔、钟楼和佛像石群，镇守了京都市中心的安全与宁静。这里和六角堂一样，是我经常参拜的寺院，位在市区的中心，却是暂离喧嚣，让心情回归宁静的好地方。这间寺庙的寺主是一只黑黄白3色斑纹的猫，来行愿寺好几次了，这次总算见到它了。慵懒地在屋檐上打瞌睡，是京都午后悠闲又安详的缩影。藏身在小巷的 Vegan 拉面屋主，其实是间大有来头的餐厅。这里是一日散策路线的终点。餐厅外是黑色的墙面，没有明显的招牌，但从门口透出的闪耀白光，为这间店增添不少神秘又吸引人的气氛。屋主是漩涡的意思，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素食拉面餐厅。穿过橘光廊道，店员要我先伸出手，滴上一滴精油，并闭上双眼深呼吸，正式开启这段奇幻的飨宴。用餐环境是一个黑色的空间，正前方的萤幕搭配两旁的镜子，让萤幕里流动挥洒的狂潮水墨，飞舞在没有边境的意象里。每道菜都会有食材和食用方式的介绍，仪式感拉到满分。前菜是一片饼干，铺着不知道是什么但很好吃的东西，带有微酸的奶香味，瞬间就点燃了食欲。含有姜丝及紫苏的寿司，好几种强烈的味道在嘴里撞击与交融，味觉像是进入了另一个新世界。主菜是菌菇拉面，一端上桌，马上就有一股浓厚的菌菇香味扑鼻而来。本以为素食的拉面味道会很清淡，但其实汤头很浓厚，装点的番茄起到了解腻的作用。喝下后停顿一下，有股淡淡的回甘。铺在黑糖蜜上的冰淇淋作为收尾的甜点，综合了拉面的鲜咸口感，也为这场飨宴画上句点。米其林推荐这家餐厅的评论是：空间营造的氛围具有革命性，预告新时代的来临。一顿晚餐其实更像是结合了艺术展的体验，张力十足的笔墨在身边翻飞，搭配味道强烈而冲击的餐点，吃完之后留下满满的颠覆与惊叹。京都有股新旧融合的反差，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加强了传统文化的美感。
在京都街头漫步，更像是一种无感极致的体验。视觉上的复古意象，牵引出怀旧的情绪。一步的距离，就是1000年浓缩的时光。小巷弄中不乏大有来头的古迹或店铺，不经意的转角，巧遇经典的日常，让街头充满寻宝的乐趣。如果你也喜欢京都那些新旧融合的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京都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